极速17马赫，日本首次公开新型弹道导弹。日本的国防战略已经转变，公开其新型弹道导弹，再过不久就要服役。2月初，日本防卫省首次以官方形式公开新型弹道导弹研制情况。通告表示，这款新导弹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主要用于离岛防卫，目前已进行4次试射，预计2026年就交付陆自使用。就性能来看，这款滑空弹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以及能否顺利服役。2025年2月7日，日本防卫省晒出了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的试射图片，并表示已经进行多次试射，后续还将推出滑空弹的升级版，飞行速度17马赫，射程3000公里，达到了与暗鹰导弹的水平。不得不说，在高超音速武器这块，日本走的要比大家想的更快。日本这次推出的导弹虽然名字比较长，但本质上就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早在2015年，日本就开始研制滑空弹，计划于2029年投入使用。在2018年10月，日本在防卫预算里为滑空弹的技术研究拨了26亿日元。只是日本认为安全环境出现恶化，要求研发速度加快3年。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际上的确发生了不少事情，比如朝鲜持续升级其核武器与导弹计划，并且还可以发射能横跨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乌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参与了 G7 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于是俄罗斯增加了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导弹实战的时间越早越好。按照日本公布的信息，2024年的3月23日和4月2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滑空弹进行了2次试射。之后在2024年8月25日、11月2日、11月25日以及2025年的1月25日又进行了4次试射。前2次试射主要检验场地的测量和控制水平，后4次试射则用于验证系统运作可能性，并收集相关飞行数据。目前日本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一共有2种，分别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次在美国测试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属于前者。为了能够尽早投入使用，日本选择了先易后难的方式，将导弹分为2类：快速形成战力的早期装备型，以及达到预期技术指标的性能向上型。这次公开的导弹就是早期装备的 Block 1，采用双锥体加单级火箭发动机，安装在陆基机动发射车上。作战时，火箭助推器将滑翔器送到一定高度后，二者就会分离。滑翔器在惯性与卫星引导下飞向目标区域，末端高速俯冲攻击对方，速度超过5马赫，射程500公里至900公里。双锥体的启动类似飞机，可以通过更尖的前锥体刺破激波，减少高超音速的激波阻力，从而获取更大的速度。在飞行期间 ，Block 1可进行变轨，预计2025年年末完成研制并投入量产，2026年至2027财年交付陆自使用。后续日本还将推出性能向上型 Block 2A 与 Block 2B， 二者虽然也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但是技术难度更高。2级固体火箭助推加乘波体加冲压发动机，同样使用陆基机动发射车发射导弹。加速完毕后，乘波体弹头自主在高空进行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快速抵达目标区域，最后俯冲攻击目标。二者分别将于2027年与2030年投入使用。发射方式与攻击基本与 Block 1一致。不同的是 ，Block 2系列属于乘波体的外形，并配备了冲压发动机，拥有更高的发射速度、更远的射程以及更复杂的飞行轨迹。乘波体在高速飞行时，依靠前缘激波的压力产生升力，升阻比较高，容易横向机动变轨；远程机动时更灵敏一点。从体型来看 ，Block 2系列也更大一些，一辆发射车只能搭载1个导弹发射筒，而 Block 1却可以搭载2个。在性能方面 ，Block 2A 的飞行速度达到了12马赫，射程大约2000公里。Block 2B 的飞行速度17马赫，射程增加到3000公里，已经达到了美国暗鹰导弹的性能。在威力方面，日本防卫省公布，为针对海上和地面目标，高超音速导弹可以使用不同的弹头。在打击海上目标时，可以使用穿甲弹头，用于击穿航母飞行甲板。在2019年日本首届防务与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上，日本还展示了高超音速导弹样机，并使用模拟动画演示其打击航母的过程。在对地打击时，则选择高爆弹头进行区域压制。威力有保证之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获取远方敌人的坐标，并将数据传输给高超音速导弹。这点也是日本正在解决的问题。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建立信息共享系统，以进行联合反舰作战。海自巡逻机和空自 F-35捕获的目标信息都可以通过数据链传输给高超音速导弹，从而实现共同攻击目标。在2025年1月美日联合军演中，日本高超音速滑翔弹原型弹成功实现对移动靶船的跨地平线打击，突破宙斯盾系统的概率达到了37%。同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无论是早期装备型 Block 1，还是性能向上型 Block 2A 与 Block 2B，
都将使用惯性导航与卫星导航。目前日本已经建立一个由7颗卫星组成的局部导航网络，从而为自卫队提供连续定位。这将使日本能在不依赖外国卫星的情况下提供连续的导航数据。根据日本新版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成立2支部队来操作这些高超音速导弹，一支部署在日本九州，操作早期装备型 Block 1，另一支部队则部署在北海道，操作性能向上型 Block 2A 与 Block 2B。从进度来看，到了2026年，日本或许就能加入高超音速武器俱乐部。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日本能快速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2024年的时候，美国防务新闻就表示，多年来日本一直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进行研发和技术储备，包括卫星导航技术和固体燃料火箭等。但报道也表示，高超音速制导系统、弹头和导弹体热屏障以及高超音速推进系统等领域，日本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想要实战部署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事实就是，日本早期装备型 Block 1导弹2026年就要进入陆资，只能说大家都有些小看日本了。经过过去这些年的研究，日本已经拥有相当多的技术储备。想要研制高超音速导弹，首先需要的就是高超音速风洞等测试装备。这些价格高昂的科研装备成为其他国家无法跨过的门槛。不过日本不需要在意这个，它拥有完整的风洞测试设施，可以满足亚音速、跨音速、超音速以及高超音速等不同需要。就比如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拥有多座超音速风洞，其中 0.44 米激波风洞可以产生10马赫和12马赫的高速气流。2018年年底，日本防卫省就计划与 JAXA 合作开发超燃冲压发动机。就连美国 NASA 也看上了日本在风洞领域的技术积累，在2020年和 JAXA 签署协议，由日方对波音公司研制的 X-59超音速飞行器进行独立风洞研究。日本这边还有30重工，该公司的高超音速风洞可提供最大10马赫的测试环境，连续工作时间超过30秒，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精度。也正是因为这些风洞等基础设施，日本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的起步很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推动 Hope X 计划，想要打造一种可以重复往返于太空和地球的航天飞机。1996年，日本使用运载火箭发射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机，在飞行测试中达到了10马赫。虽然该计划因技术困难和经费问题被取消，但相关技术已经保留了下来。并且在2022年 ，JAXA 还成功试射一枚验证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的小型火箭，速度达到了5.5马赫。除了自己的技术积累之外，日本之所以这么快就推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其他国家的帮助，比如美国。根据印度《欧亚时报》的报道，2022年1月，美国和日本宣布计划签署新协议，以加强双方在新兴技术的研发合作，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定向能和量子计算。在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提供研发共享协议的具体内容，所以外界普遍认为美日合作的重点包括太空系统和高超音速导弹技术。此外，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成立的奥库斯联盟也已经与日本达成了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协议。比如在导弹试射方面，日本对导弹试射有着很严格的区域限制，无法在本土进行，只能使用国外的导弹发射场开展相关实验。澳大利亚也同意日本借用相关设施进行远程导弹试射。当然，一直借也不是事儿。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在本土东南2000公里外的南鸟岛设立导弹发射场。不过，有技术储备并不意味着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没有一点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高温。导弹以5马赫的速度飞行时，弹头表面的温度可以达到1500度到2500度。如果导弹材料不行，会造成导引头罩的烧蚀变形，从而影响导引头波束的发出与接收。在 Block 1原型弹进行测试时，连续飞行180秒后，鼻坠部位烧蚀深度达12毫米。在2024年11月试射中，还出现过因热防护层剥落导致弹体失控的情况，直接损失价值27日元试射弹，并且导弹在进行5马赫机动时，横向过载超35G，翼面连接件疲劳寿命仅达设计值的40%。飞行器的速度达到高超音速阶段，不仅会产生激波和高温，高温还会直接把飞行器表面的气体分子电离，在飞行器迎风面形成一个等离子层，也就是黑障。实际进行测试时，日本 Block 1原型弹的黑障通信中断时间长达18秒，末段红外成像制导精度偏差大于15米。总的来说，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材料耐热性能不足，与制导系统误差仍然存在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的性能来看，虽然日本声称该弹用于离岛防御，实际上这就是一款进攻型武器。日本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正在转守为攻。从战略转变方面，最直接的就是军费提升。日本已经取消自1976年以来一直实行的非正式上限，
也就是国防开支只能占 GDP 的1%。按照日本的计划，到2027财年，其国防预算将接近11万亿日元，接近日本 GDP 的2%。有了钱之后，就要买了。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通过多种途径加速扩充导弹库存，其中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即将开始交付部署。日本2012年推出的原始型号射程仅为200公里，改进型12式进行了多项技术升级，射程提升至900公里，初步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重点是该弹具备一弹多用功能，可以打击航母、驱逐舰等大型水面舰艇，也能通过更换导引头模块打击地面固定目标。自2025年起，日本将陆续接收并部署超过1000枚改进版12式，同时，日本向美国采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也将开始接收。除了武器采购，海自的舰队也要改名。日本海自的主要作战部队均属于由防卫大臣直接指挥的自卫舰队，下辖以水面主战舰艇、补给舰艇构成的护卫舰队。海自的日向级、秋月级等大型作战舰艇均在护卫舰旗下的4个护卫队群中。但是按照海自的计划，要重新设立以横须贺为司令部的水上舰队，旗下重新划分出3个水上战群。一定程度上来说，海自正在走向正常化。护卫舰队改为水上舰队，护卫队群改为水上战群。如果说日本没有一点想法，火力军是不相信的。总的来说，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转变，而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的早期装备型预计到2026年就会服役。只是在1到2年的时间内，日本材料与制导技术能否提升到实战部署水平，谁也说不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日本的早期装备型 Block 1可以顺利服役吗？可以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火力军，下期见。